来，坐吧。谢皇上。本以为你定会憔悴不堪，没想到你还神采奕奕的。哎，这刑部大牢里怎么会有鱼有酒呢？回皇上，这都是鄂必龙送来的。他知道奴才喜欢吃鱼，于是啊，天天都送来新鲜的，而且还暗中关照。要不，奴才在这牢里怎么会这么舒坦呢？啊！没想到这鄂必龙还真是有情有义啊。苏大人，我看你进来以后，精神反而比以前更好了。事情定了，这心情啊，反而轻松了，不像以前心总悬着。现在朝中大臣都觉得奴才不值，奴才反而捡回了尊严。在这里啊，再也不会有人侮辱奴才了。奴才混迹官场半生，总是提心吊胆，因为奴才知道，在这世上没有常胜将军。现在被关进牢里，奴才啊，反而觉得释然了。想不到你死到临头，说话还有些沉稳。奴才还有一句话想跟皇上说，请讲。奴才曾听过一个西洋故事，说在西洋古时有一头巨兽，它不停地吞噬其他猛兽，吞噬以后，那头猛兽就会变成它身体的一部分，它还要继续地吞，以供养依附在它身上的其他猛兽。现在的鳌拜就是这头巨兽。皇上，你要向他开战，就等于向他身上所有的猛兽开战，这将是凶险无比的呀。无论如何，奴才在九泉之下也会庇佑皇上。这不单是为了皇上，也是为了大清社稷。愿皇上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大清社稷得享千世万世。但奴才就死得瞑目了。居中，儿子多大了？啊，快2岁了。冰月呢？冰月还好吗？还好。你看你，自从有孩子之后，从未回过福建祭过祖。明天回去吧，带孩子一块儿回去，让你爹看看，让他也高兴高兴。皇上，自从认识你那天起，我的命运便跟你联系在一起了。好，开战吧，一起开战吧。敖大人这新府邸真是气派非凡呐！正是一将郎苑临郎树，哎，去做门前桃李花呀！什么鬼话？
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那些汉人的书读得多了，说话越来越咬文嚼字，让人越来越听不懂了？哎呦，有什么话你就不能直说啊？敖大人说的对呀，这南蛮子的书真是迂腐的很呐，不该读，不该读啊！哎呀，不该读！哎呦，班中堂，您瞧这个龙凤戏珠，妙得很呐！是啊，哎，像这种龙凤戏珠，那只有皇上和亲王才可用。我说诸位大人呐，你们觉得我鳌拜用这个，是不是有点愚智啊？哎，哪里呀？稍有一点愚智，那又何妨？以敖大人的功勋，早就该封王了。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啊，老夫只知道怎么尽忠报国，从来没想什么封爵封王啊。敖大人一心为朝廷，想这些事儿啊，他根本考虑不到啊。可是大家都知道，这朝廷全靠敖大人一个人呐。我说你这张嘴啊，就不能不乱说吗？这当今的朝廷是咱们小主子的朝廷，这小主子整天耽于玩乐，这朝中如果要是没有敖大人撑着，我看天下早就大乱了。你这话说的倒也是啊。你们说，咱们的这个小主子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什么时候才能专心治理朝政呢？哎呀，小主子只顾玩乐，这不，今天呐又到南苑狩猎去了。哎呀，如此皇上，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用，走吧。走，继续往南走。等等，往这边走。皇上，狩猎场可在南边呢。朕不去猎场，那去哪儿？马兰村。叔王，皇上，卞勒给皇上请安。叔王请起。山野之地只有粗茶，请皇上包涵。叔王，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，我想请你回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跟鳌拜决战。除去鳌拜，是早晚的事儿。只不过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鳌拜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别怎么说吧，就奏折，他直接拿到家里去批阅。早朝的时候，大家都没话说，有奏折直接送到鳌府，人们都称他的家为小朝廷。所以皇上就装作不理政事，到处游戏人间，让鳌拜以为地弱好欺，仿效郑伯克断于燕里的君王。姜还是老的辣，想不到朕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叔王的眼睛。那是由于卞勒了解皇上啊。如果皇上轻易地把朝政放手，甘于游戏人间的话，那么这10多年来，皇上就不会故意做出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了。惊天动地的事情，应该是惊天动地的祸事。皇上有什么旨意？安王爷，说实在的，要杀一个鳌拜，绝非难事。就算他是巴图，进出总有10多个人簇拥着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把他召进宫，赐他一杯毒茶，他必定服诛。可问题的难点不在这里，难点在
杀了鳌拜之后，如何服众，如何统治群臣。对，现如今，鳌拜的势力已如水银泻地，无孔不入。如果贸然行动，那些边关的将领会以皇上弑杀忠臣为名，领兵回朝谋反。再加上朝中有些大臣，他们见利忘义，左右摇摆，明哲保身。到时候他们见势不妙，就会倒向鳌拜那边，那皇上就会落下个不君之罪，轻者则丢掉帝位，重者可就要天下大乱了。圣人先圣啊！为陆续把鳌拜的亲信党羽以升官为名发放各地，以削弱他在朝中的势力。其他王公大臣们只慑于其淫威，剧中会联络汉臣，所图会联络满臣。皇上是让乐乐联络宗室诸亲王贝勒。没错。鳌拜一倒，皇上就会缉拿他的党羽。如果再得到各方面的支持，朝政就会重新步入正轨，大功便可告成。那什么时候行动？10天后。什么？10天后？没错。10天后就是祭天的日子。我要在祭天之前，把他和他的亲信党羽一举拿下，然后在祭天之时，公告天下，以正国威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鳌拜手握兵权。是啊，边关的40万大军，京城附近都练营的2万兵马，京畿9门提督下的3000精兵，再加上紫禁城的禁军，都掌握在鳌拜的手中。这一环一环都围着皇上。假如真的鳌拜被擒，任何一环的兵力都足以危及皇上。没错，这是最凶险的。不过我已经有对策了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奴才在吃面条。知道老夫的外号叫什么吗？压逼重。这就对了。光听这外号，就知道老夫赌术精湛。赌钱，居然不叫上老夫，该当何罪？啊！来，我跟你们一起来。这几天我已经联络了一些汉臣，大家都表示愿意效忠皇上。王叔跟索图也找过一些亲王和满臣，他们虽然有些惶恐，不过朕相信，只要把鳌拜擒下，他们必然站住阵阵。现在最大的担心就是鳌拜手中的兵权。尽力而为吧。5天，还有5天就是祭天之日，也正是我们行动之时。哎呀，我他妈的！哎，说吧，这赌钱不说点脏话也没意思。难怪别人都说鳌拜直必从慈，鄂大人您真是没有架子啊！哎，跟你们几个狗奴才还摆架子，你们够格吗？是。来，看这个。他妈的，你傻子是你老婆呀，那么听话。你他妈的，老婆才没那么听话呢。难怪别人都说鄂大人惧内。谁这么大胆的说老夫？哟，皇上，奴才叩见皇上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你们在干嘛呢？这个别告诉朕，在吃面。不是，那是在赌骰子。赌骰子？哎，
怎么玩？哎，一块来吧。皇上，鄂必龙，你还担心朕玩不过你吗？好，玩就玩。难道还怕当今天子输了不给钱吗？好，来。好啊！果然不错，还是你赢的最多。谢皇上夸奖。哎，为什么你叫压必中呢？那是因为奴才赌术精湛吧？啊？真的吗？鄂大人，下官倒是听说，那是因为您的运气特别好，每压必中啊。哎，那是，这个赌钱呐，运气最重要。不，我不是说的赌钱。那是什么？当年太宗皇帝驾崩，地位在先帝和睿亲王多尔衮之间摇摆不定，鄂大人就联合黄旗两大臣盟誓立太子，终于助先帝即位，鄂大人变成了功臣。之后，睿亲王摄政，曾经3番5次的威逼利诱鄂大人投向其营，可鄂大人还是选择了先帝，是吧？后来睿亲王猝逝，先帝有感于鄂大人的功勋，使鄂大人从此扶摇直上。到了最后，鄂大人便当上了皇上的辅政大臣，位极人臣。耿大人的意思是，本官无德无能，却还能够官至辅臣之职，那是因为运气好，每压必中啊！下官不敢下此结论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吗？那是因为先帝的恩宠。来，坐吧。谢皇上。鄂必龙，你真的愿把宝压在朕的身上？皇上，天资聪明，仁厚爱民，奴才必定竭尽所能相辅，万死不辞。你真的愿把你的命压在朕的身上？万死不辞吗？奴才还是不明白，请皇上明示。朕只是跟你开个玩笑。奴才参见皇上。敖大人请起。谢皇上。皇上召奴才进宫，有何要事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索额图跟朕说过好几次了，想当九门提督。九门提督？皇上，这九门提督掌管京畿3000兵马，京城安危系于一身，此谓非比寻常啊！正是因为非比寻常，他才会盯着不放。哪个当官的不想位高权重呢？可是这九门提督，索额图是皇后的叔叔，怎么说也是朕的长辈。你说他来向朕讨个官做，朕能不给吗？再说了，他动不动就搬出首辅索尼来说事儿，都被他烦死了。是啊，索大人一生忠贞，可是说什么？哎，我看这事儿，要不这样，你不是举荐济世为工部尚书吗？这事儿啊，朕答应了。还可以让马尔赛任贵州总督，掌管西北大军粮草，这可是2个肥差啊，2个换1个，总可以了吧？皇上，朝中官员升迁，绝非等闲。皇上，您怎么可以拿他当作儿戏，用来交换？是啊，朕太随意了。我看这样吧，还是把这个职位给索额图吧，要不然他又得每天来烦朕。好吗，清妃？
这江山是皇上的江山，这大清是皇上的大清。皇上想要委任一任官员，奴才怎敢反对？那朕就乐得安宁了。奴才告退。皇上，你把乐乐营回朝，再陆陆续续的把鳌拜的亲信外放，调离京城。我还听说，你把九门提督的位子让索额图去担当。我估计朝中能够联络上的，你都联络了。什么事情，一切的一切，也都部署的十有八九了，怎么不来和我商量一下呢？虽然是在部署，可从未想过要隐瞒黄马魔。虽然相信黄马魔跟佛祖一样有天眼，看事情很透彻。虽然所做的一切都逃不过你的法眼。其实我今天要跟你说的就是鳌拜，他能侍奉三朝，这说明他绝不是一个粗鲁莽夫那样的没有头脑的人，他是彪悍的将领，深谙行军之道。兵书上有云：诱敌于不动，动则顺雷，歼敌于权。所以孙儿啊，你不可小看于他呀。虽然从来就没小看过他能有现在的地位，能权倾朝野，绝不是单凭运气得解。恰恰相反，虽然心里清楚，这一仗将是前所未有的艰辛，更是前所未有的凶险。可是我还有一句话要提醒你：筹之以二，防于未焉。任何事情都要做两手准备，以防事情生变呐。汤王，您还好吧？本王只是偶感风寒，并无大碍。那就该好好休息了。下官家里有一棵千年老参，明儿一早啊，我就给您送过来。那就多谢马大人。汤王是朝廷重臣，您打一个喷嚏啊，那朝廷就塌了一半了，能不好好调养身子吗？啊！哎，敖大人，怎么看你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？啊，没事。最近你府上好像清静了许多。没错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以前聚会的时候总是闹闹哄哄的，现在显得人少了啊。是啊，敖大人弟弟内大臣巴哈被皇上差往察哈尔审理阿布奈之事，侄儿苏尔玛则被差往科尔沁草原办差去了啊。还有5、6位都差往了外地呀。哦，照这么说，敖大人的亲信都不在京城喽？简亲王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没别的什么意思，只是觉得敖大人身边好像太清静了点啊。这皇上安排我的人出去办差，有何不妥吗？这当然没什么不妥呀。对了，康王，安王回来了，听说他甚为关注朝事，经常宴请王公大臣啊。他可曾过府探望过您呢？没有。是吗？本王身体实在有所不适，改日再宴请敖大人和各位大人。我先告辞了。那我送你一块回去吧。好。那好，二位王爷，慢走。告辞，告辞，二位王爷慢走，恕不相送。
前几天啊，朕把一小泥偶和一把小刀放在大哥面前，你猜他怎么样？他牢牢握着那把小刀不放，了不得。秦府啊，你就当他安达，教他骑射怎么样？我相信啊，这大哥以后啊肯定是个巴图鲁。怎么了，秦府？为何一言不发呢？是不是朕烦着你了？啊，皇上，这索额图不是想要个高官吗？奴才想让他做两广总督，皇上看怎么样？这可乐死他了。好啊，只是把他调离京城，恐怕皇后该不依了吧？好男儿志在四方。奴才的弟弟和侄儿不是都离开京城了吗？奴才跟皇上说过一个不字吗？敖钦府是巴图鲁，皇后是女儿家，不能相提并论。皇上，如果奴才坚持呢？好啊，那就调吧。不过他才刚赴任1天就要调走，有点不合礼数。哎，这样吧，等在祭天之日，大赦天下的时候，昭告天下，让他和皇后都高兴高兴。秦府，那是什么？他叫谢志，有便中邪、辟佞臣之务。没错，幸好宫中有此神兽显灵，佞臣才不敢妄动。要不然，他们就会把他试掉。这兽终归是兽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在没有长好之前，分不清忠奸。皇上，所谓忠言逆耳，奴才以为千万不要错把说不好听话的忠臣当成佞臣，那样就不好了。秦府说的对啊，有的时候，忠言真的会逆耳。要好好聆听别人的话，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，更不容易听进别人的话，对吧？皇上，我听您的意思，好像是在说老臣。怎么会？秦府想太多了，总是一口一个老臣的，以前可不这样。哦，奴才知罪。皇上，今后奴才再也不敢在皇上面前妄称老臣。朕没这个意思，秦府千万别想太多了。哦，对了，朕得去看大哥了，可得好好调教调教他。阿玛把皇位传给朕，朕势必一代代好好传下去，才能不枉阿玛的嘱托。那朕就不打搅秦府办差了。看样子，小主子要动手了，应该就在4天后祭天的日子。那可怎么办呢？不用想了，叔叔，干脆反了。鳌拜已经有所察觉了。是吗？是的，鳌拜绝不是省油的灯。我们要搞这么一个大行动，他怎么可能闻不到一点风声呢？那该怎么办？这就要看鳌拜的了，这是他最后的机会。皇上，你看他会放弃吗？鳌拜对大清始终是忠心的。你胡说些什么？玄烨已经把你当成眼中钉肉中刺，是要除掉你而后快。你不反他，他就会杀你。小兔崽子，你给我闭嘴！息怒，敖大人息怒。我鳌拜一生为大清鞠躬尽瘁，辅佐3朝，我怎么能背上一个不忠不义的骂名？大人所言甚是啊，不过，敖大人，你也得为自己打算打算呐。你
你来说。敖大人只有2个选择，哪2个？1反，2退。对，鳌拜是忠的，只是他开罪的人太多，他想要的也太多。如今他已是骑虎难下，退不下来了。退怎么退？万中堂说的对，敖大人，你可以假退呀。什么意思？敖大人可以辞去朝中辅臣之职。你想啊，这朝中的1、2品官员，大部分都是您的亲信，即便您辞去辅臣之职，照样不影响控制朝中的局势嘛。不过此乃是下策，小主子暂时还不敢动敖大人。可是，一旦他的羽翼丰满了，他必定要拔掉敖大人这根刺儿，还是死路一条。朝廷里的争斗历来残酷，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能够容忍功高盖主的大臣，就算能忍，也是时机不到，任之于一时。一旦大权在握，就一个不留。我指望鳌拜能懂。其实，我这是顺水推舟，有意让他知道危机已近了。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要给鳌拜一个机会。机会？什么机会啊？只要他能想通，愿意退下来，我就能保他善终，一生衣食无忧。哪怕被他压迫过的百官一同上奏，我也会保他。皇上，剧中自愧不如。什么意思？如果换了我，只要一有机会，必除鳌拜，以免给自己留下无穷的后患。鳌拜虽然多行不义，但他曾经辅助过太宗皇帝，和阿玛也尽力辅助过我，功过相抵。我定会给他留条生路，否则我和他有什么区别？这是他最后的机会，一切全在一念之间。哎呀，素闻敖大人剑炉藏尽天下名剑，果真不假呀。您手中这把刀，这是老夫年轻时用的刀。天聪3年，随太宗自喜峰口入长城，直扑遵化通州，杀敌无数。那是我大清第1次入关。好刀，好刀。那这把剑呢？天聪6年，这把剑随老夫攻宗哈尔，也是杀敌无数，最后终以长城为界，与大明形成南北对峙。好剑，好剑。那这把，这把剑崇德8年，伴随着老夫从容入关，终成我大清一统天下的霸业。好，敖大人当年仗剑杀敌1000万，是何等英勇，何等豪气呀！难道白剑20载，今天剑就人睡，就可以忍气吞声，任人鱼肉宰割吗？说得好，剑秀人衰。说得好，这么说，玄烨这一仗，您是接了？我接什么？我鳌拜一生，杀敌无数。可是从来没杀过一个满人，更不会杀一个满清皇帝。我不能背一个不忠不义的骂名。我做的这一切，都是为了我大清的江山。哼！
奴才鳌拜谨奏，恳请赐正，启准。大人，什么事？回大人，简亲王差人前来请老爷过府一聚。我说二位，你们怎么都不吃啊？简亲王，你约本王来，就是为了吃这顿饭。好，你们都退下。好了，现在就剩下我们3个人。今天我德赛要说句犯死罪的话，可就算死了，我也死而无怨。敖大人，反吧。德赛，告辞了。敖兄，你杀敌千万从不皱眉，难道今天就怕听我德赛说几句话吗？有我鳌拜不忠不义的话，老夫不想听。好，那么就大清与水火的话，你总愿意听了吧？玄烨从来不是一个好皇帝，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，也比谁都痛心。玄烨任性妄为就不用说了，他跟福临月乐一样，都是满人皮撼人心。如果让他来执掌朝纲，他就会更加胡作非为。这么一来，我大清危矣。敖兄，你忠不是忠于一地，而是忠于大清。你不要再说了。简亲王，你认为这欺君的事，我鳌拜能做吗？你并没有欺君。要说君，他玄烨根本不是。真命天子应该是康亲王。德赛，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。想当年，半张遗诏已经立了康亲王继位，是老佛爷强把玄烨推上去，而这龙位本来就该是你的呀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请别败坏我节书忠君之名。这些话就当我从来没听说过。告辞了。敖兄啊，我想了又想，你是唯一可以救大清的人，也是唯一可以救你自己的人。为了大清江山，为了你自己，为了那些追随你的人，敖兄，你一定得反。何况康亲王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根本无力理政，这大权还不是落在敖兄你的手里。再说，康亲王年纪比玄烨大得多，他能够体会到你的一片忠心。敖兄，你兵谏立新君，功勋无人能及，将来割地封王那也是顺理成章。所有这一切，都对敖兄你更有利呀。我鳌拜做事自有主张，用不着你在这指手画脚。马尔赛，敖大人，皇上不是封你为贵州总督吗？你就马上赴任，带上老夫的密函，去见西北大将军，命他领8000人马日夜兼程。
兵不饮食，马不停蹄，3天之内回京兵谏，重振我大清朝纲。敖大人要行动了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我大清的基业。马尔赛，你还不领命吗？这。这。你去接管御林军统领一职。这。去把原来紫禁城内的御林军调到城外，以祭天为名，都换上我们的亲信。这。是先帝免死之人，对先帝忠心耿耿，动向难料。你去命阿斯哈带上兵部的手谕，牵制住他。如果他敢反抗，就把他杀了。好。不过，说，这京城里的兵马，可都在九门提督索额图的手里。这紫禁城外是我的兵马，紫禁城内现在也是我的兵马，已经对他们形成包围之势。他3000精兵又算得了什么？还有一个部署。不过这个部署要用到出兵之前，这就是兵书上说的。骑兵于阵前，制敌于兵府等边。这骑兵一招，要在临阵之前用，扰敌军心，破敌部署，方可旗开得胜。英雄美女自古成一对，搬不动是非是与非，明月清风，长夜相随，谁想谁，谁又忘了谁？一群沼泽，一江水，为了爱。有人愿受罪，心好累，好累，有思念频频举起杯。寒光中艳玫瑰，醒了心又睡，为一口气想到尾，永不后悔。每一个人转身崩溃，眼泪太可贵，明知道心要碎，也不后退。寒光中艳玫瑰，醒了心又睡，为一口气想到尾，永不后悔。为一个人瞬间崩溃，眼泪太可贵，明知道心要碎，也不